讲成都地铁的规划线路，他们叫帕尔多。讲再多，还不如让他过来看一转。百闻不如一见。有没有电视，有没有 WiFi， 特别包容的地方。成都你看看 City 当堂现代化程度也是非常的高的。Hello， 大家好，我是张毅。过境免签144小时，我们来到了休闲之都、美食之都成都。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要看一看中澳青年派成都有谁在。大家好，我是成都人赵宇啊。在接下来的几天呢，我会给大家摆一下成都天府之国的吃喝玩乐行啊，让你的144小时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王航，来自东北的新成都人，听我跟小伙伴聊一聊外地人和本地人眼中的成都。大家好，我叫做丁颖，我来自宝岛台湾。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成都，你 city 不 city 啊？大家好，我是 Cindy 刘欣怡，我来自澳大利亚。这次回到祖国来体验成都巴适的生活和丰富的美食，免签144小时来体验中国的风采。中澳青年派，我在成都等你哦！欢迎欢迎啊！辛苦辛苦辛苦！哎，欢迎！哎呀，老师好啊！真是我们中澳青年派啊，果然是青年的聚会。里面请，里面请，来。好，首先我们欢迎远道而来的欣怡啊，欣怡好。大家好，我是在墨尔本大学读的音乐系本科，现在呢，我在墨尔本就算一个音乐人和一个唱歌老师。大家好，我在澳洲工作加学习，大概生活了8年。那现在在四川大学做水利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以前我在这个澳洲生活了10几年。我是土生土长的成都人。大家好，我叫做丁颖，在蛮多地方待过，在香港读过书，后来去了美国。那我是在瑞士跟我老婆认识的，蛮有缘的，因为我老婆是四川成都本地人嘛，所以我是一个新成都人，我也是一个标准的，他们叫帕尔多。对，欣怡对这个成都的印象是怎么样的？非常漂亮，很多地方我还没有去玩，所以我接下来这几天要好好的享受。我出去的时候是20几岁出去的，就是刚开始修这个2环高架，还有地铁1号线。08年当时回来，一个英国人给我讲成都的那个地铁的那个规划线路，公共交通那个2环高架，然后地铁，然后刷卡，不夸张的说，比澳洲的这个基建要高很大的程度啊。感觉成都第一个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特别包容的地方。我其实四川话讲得不好，但是走到哪里也没有问题，就感觉大家都很友好，都很平和。2011年结婚来到成都嘛，会展中心那边。那其实旁边还是有很多呢，还是刚在盖的那种。我2021年回来发现说，哇，这个大楼全部都盖得很满了。但我觉得整体了国家的这个经济还是非常好，所以有很多的机会在成都这边。中国的这个免签政策啊，经历了一个过程啊，从最初的24小时过境免签、48小时，后来的72小时过境免签，那到现在啊，最近推出的144小时过境免签啊，6天的时间啊，那足以让海外的朋友完成像探亲访友啊、旅游啊、商务活动等等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还是非常宽松的。那么很多国家的朋友都到中国来啊，应该是一个非常容易的事，说走就走的一个旅行啊。我觉得对我非常的方便，比如说我唱歌比赛，如果中国这边有一个什么比赛，刚好比一下赛，然后再去玩一下，真的是对很多国家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福利。我们跟海外的酒庄谈，邀请他们来走访一下，比如教育公司的校长啊，或者是这些老师过来，还得办签证什么的。但现在有个6天时间就非常方便。我们成都这个地理位置，其实离我们西南这边的水利开发是非常的近，整个水利行业，包括像四川大学的这个水利专业，在这里面其实走得很靠前。但是呢，世界这个学术范围来讲，其实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了解我们。以前呢，就是我们要去参加别人的学术会议，那慢慢的也在想着我们能不能自己举办这个学术会议，让别人来邀请他们参加。现在呢，很多的这个其他的国家都被涵盖在了这个免签的范围里面，这个对我们学术交流来说是一个超级重大的利好。说走就走。对，像我们有的时候做留学的，就会想要去出国去看，但其实现在也有很多的外国人是想要来中国这边去参访的那以前可能要办签证，他们觉得说麻烦啊或怎么样，但你现在要试试这个，他可以来中国这边转一下，他说中国现在发展的这么好，这是很好的一个文化上面的一个交流。记得我第一次出国去的是欧洲，在德国，那个时候到现在算来也有
15年，这段时间里面还是能感受到这个变化，包括我们对外面的交流和外面的世界对我们的看法。我还记得当时奥运会结束之后，马上出国的那段时间，跟这个国外的同事聊起来，他们还会对我们有一些误解。到了后来，就是我们越来越多的人，来我们这边看，然后我们的同胞走出去之后，他慢慢会认识到，原来中国是这个样子，跟我们没有好大的差别，他们的现代化程度也是非常的高的。资讯的那种差别还是有蛮大的。我其实还有一个蛮好玩的一个事情，就是我当时结婚嘛，那当时就有一个年纪比较长一点的，大概就是60多岁的一个，我应该叫奶奶吧，那个时候问我老婆就说：“你们四川是不是每周都能洗澡？”他真的就这样问。没多久把他请来成都这边，他就觉得哇，原来这个发展这么好，讲再多还不如让他过来看一转。我也被问过更奇怪的事情。我在欧洲那个中部自驾的时候，被问过你们有没有电视，有没有 WiFi， 有没有很奇怪的这个问题，对吧？但是确实，我觉得这个建立在当地人他的一个这个认知和他的收获知识的这个信息的一个渠道上面啊。但是现在这个144就非常好了，让他们的第一视角去给他们的朋友看真实的成都是怎么样的，北京什么样，上海怎么样，不用我们去讲，就是我觉得还是百闻不如一见嘛。对，去看百闻不如一见。有很多的朋友啊，一提起成都、四川，都觉得它是中国的西部地区，他觉得发展可能是这个欠发达地区，但是他没有想到，你比如北美喜欢把这个叫 downtown，澳大利亚喜欢叫 city， 对吧？我们的市中心啊，我们的这个，可是你到成都，你看看 city downtown 和这个 CBD 是怎么样一种规模，很多的外国朋友啊，对，这个包括一些海外的侨胞朋友也是觉得非常的震撼，科技啊、金融啊等等各个产业，另外还有非常好的这个休闲啊。所以我觉得真是，144小时过境免签啊，给我们海外的朋友们啊，到中国来走一走、看一看啊，随时能够出发的旅行啊，创造的机会。那我相信啊，大家到成都、到四川、到中国啊，会有更多的这个享受啊。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到这里，下一期啊，我们将继续中澳青年派的成都之行。中澳青年派，我们这个系列的口号就是免签144小时，畅享中国奇妙之旅。场相中轨奇妙之旅长相中轨奇妙之旅。